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我是你的塔罗牌指引师 Jessie。在东方，我们有命理，我们有易经、算命，根据你的生辰八字，透过天干地支的排列组合，可以看出你的五行流动、命宫气数以及你的人生起伏。命理告诉我们，你的出生时间是你灵魂自己选择的蓝图，这是一份灵魂契约，你带着它来到这个世间，用来学习，用来修行，完成属于自己的功课。而在西方，我们有塔罗牌，它不看你何时出生，而是看你此刻站在哪里。你抽到的每一张牌卡都是宇宙当下对应你能量的回应，是你潜意识的显化，也是命运对你说话的方式。命理看的是蓝图，塔罗看的是路径。命理呢，如同你的人生 GPS 坐标，出生的那一刻起，天象已经记录下你来时的目的。而塔罗呢，就像是旅途中路边的指示牌，告诉你你是否偏离了灵魂的原路，你是否还在往心之所向而前行呢？所以东方讲定中有变，西方讲变中有定。东方认为万物皆因心而变，命里有定，但心可转，念可改，所以福可以修，命定，但运可改。而未来不是固定的，是你此刻选择的延伸。所以，尽管东方的命理学已经揭示了你可能的未来，但真正创造命运的依然是人的心念跟我们自己的行为。而塔罗也说，未来呢不是固定的，它是你此刻选择的延伸。你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动，都在设定不同的未来的方向，不同的平行空间。所以，意识创造未来，这是东方跟西方都是殊途同归的一个道理，都在教我们，我们不是命运的奴隶，是命运的共同创造者。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与其去问未来会怎样，不如去问我如何成为更真实的自己，我如何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所以，通过塔罗牌占卜呢，我们可以检测一下当下你自己的能量是否正确，那你当下所做的事情正在创造怎样的一个未来？同时，我们也可以吸取塔罗牌的智慧，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比如说，塔罗牌告诉你当下需要注意什么，去到什么地方，那怎么样的一个思想，怎么样的一个行为，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加深我们的运势，调整我们的能量，创造更多的幸福。所以，利用好塔罗牌占卜呢，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幸福幸运的。在今天的这部视频里面呢，我就将通过塔罗牌占卜为你解读一下2027年7月份的能量讯息跟祝福。你将迎来哪些转变？有什么爱？有什么幸运正在靠近你？宇宙当下呢，希望你学会什么，放下什么，以及如何让这个月更加的流动，如何增加你的运势，都让宇宙给你更多的一些智慧吧。所以目前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选择1组牌卡进行聆听。宇宙之所以指引你看到这个占卜视频，一定有讯息要传递给你哦。所以当下我们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通过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连接，而不是逻辑思考。所以，亲爱的，请跟着我做。可以的话，闭上眼睛，把我们的肩膀挺直，腰背下沉，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把我们的专注度放在呼吸上，什么都不想，排除所有的杂念。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7月份你会给我怎样的启示、指引以及祝福与爱呢？
感恩你的安排，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公屏打出来，迎接好运。7月，我是丰盛的，我是幸福的，我充满能量，感恩宇宙的安排。留言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 Jessie 为你做的塔罗牌占卜指引了。也记得点赞，记得订阅哦，多多的留言也是给我最大的祝福，每一个留言我都会仔细看的哟。好，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喽。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给到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你连接到的这张牌卡是 Isis 之眼。首先 Isis 是天空女神和大地女神的女儿，她是婚姻和女性的保护者，同时她也拥有强大的魔法跟治愈能力。她可以瞬间到达天堂或者是地狱，她可以瞬间穿过白昼到达黑夜，她拥有强大的能力。在7月份呢，你也会收获到一定的灵魂深处的觉醒，你已经准备好迎接宇宙的秘密了。在灵性层面，你可能会有第3只眼突然张开的这种感觉哦，所以有可能接收到一句不经意的话，然后打开你心中的某一个心结，也许可能会在梦里面梦到一些有预言的梦，或者是有讯息的梦。那在我们的床头边上，记得放一个本子，放一支笔。当我们睡醒之后的5分钟之内，我们是可以记住梦里面的数字、颜色、味道，或者是一些讯息的。写一下梦境日记，说不定给你创造更多的创造力、想象力，或者是给你更多的一些能力跟未来的启示。同时7月份呢，可以多做一些冥想，说不定冥想可以看到一些画面，听到一些声音，可能会感受到更强烈的能量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宇宙在给你开门的迹象。Isis 鼓励你进入到内在的殿堂，与你的灵魂对话。你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对于占星术啊、塔罗牌占卜啊、水晶疗愈啊，或者是灵气，这些都特别的感兴趣，想有更多的一些学习。或者你突然会意识到，某一种关系其实可能不是你最初想象的，或者是最初看到的那个样子，你会更加深度的、真实的看到一些隐藏的讯息、隐藏的讯号。你的第6感、直觉能力会非常的强，同时你也可以跟自我的灵魂去做一定的连接。你也开始会对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今生会产生怎样的一个价值，有更多的追问，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些显化，会收到蛮多的一些启迪的。所以在7月份呢，也请相信你的直觉。如果你跟某些人接触，你觉得不舒服，那请赶紧走开，说不定这个人是来夺取你的能量的，或者是未来有麻烦产生。如果说你进到一个环境里面，你觉得不舒服，那么赶紧走开，那说明这个环境呢跟你的磁场是相斥的。但是如果有的人你跟他接触，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温暖、开心，那么就多多的接触，包括环境也是，好吗？去到自己很喜悦的环境、轻松的环境里面，绝对是有利于你的，肯定是会有好事发生。那么另外呢，在7月份总体上面的能量，首先我们有土星的能量，我们也有火星的能量，我们也有水瓶座的能量。土星呢，它是来让你成长的，可能你会看到现实生活之中有一些业力的显现，比如说过去呢，你可能对于一些事情有逃避责任，或者是拖延，那这个月你可能会感觉得到，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压力卡住，或者是不顺。
但是如果之前你一直都在努力上进，没有真实的一些物质啊，或者是这种奖励显现的话呢，在7月份就是会有显现了。你会看到自己的努力呢都没有白费，那付出的都是会有收获回报的。土星呢会给你一个有回报的机会，它也会让你更多的去思考，你是不是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面。你可能会被领导交给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项目，也可能会考虑转换一下你的这个事业跑道。然后在家庭里面呢，也会出现一些可能有责任的事情，比如说要照顾一下父母啊，或者是要在子女教育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心思啊，是会出现一些压力的。但是没有关系哦，记住，你当下付出的必定未来是会有回报的。同时呢，你也会更加的有责任之心，不想再这样随便的无聊的过日子了，会更加的有宏大的一些想法，更加脚踏实地的去打拼，也可能会开始处理一些你一直拖延的事情，逃避的事情呢，也不会再去逃避了，会给自己制作一份责任清单，包含你的金钱财务啊、健康啊，或者是人际关系、承诺这些，只要白纸黑字写下来，哪些事情你想更好的去滋润、更好的去经营的话呢，你会有更多的一些计划。写下这份计划之后，只要去实行，你就可以有更强的一些力量去转化当下，收获更多的丰盛跟幸福哦。所以土星的注入呢，是会给你更多可以实现的一些计划跟能力的。好，火星上面当然就代表着一种很可以向前冲的能量，你的内在爆发，你渴望打破现状。火星也鼓励你哦，不要再去等待或者是按暂停键，而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去主动抓住，去创造，去机会，去实现你的梦想。那不管是说表白心意，还是说投入到创业，去寻找到更多的一些副业，还是说减肥、健身，让自己更加健康，还是说去报名学习、搬家、旅行等等的，无论如何，你只要想要去做新的一些事情，你是有足够的这种活力、足够的生命力的，你是有足够的一些能量，因为这一段时间呢，你的吸引力会变强，你自己呢也是会更加的有热情，更加的有活力，更加的有行动力的。所以一定要去做你一直想去做，但可能没有去做，或者是一直拖延的事情。好，那在生活里面呢，也可以更改一下造型，时尚打扮，或者是剪短一下头发，穿一个耳洞。无论如何呢，可以去有新的一些可能性，创造更多的新机会。记得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对着镜子说：我是优秀的，我是美好的，我是 amazing 的，我是有能力改变现状的，我现在就开始行动。在睡醒之后呢，对着在你去跟其他的任何人说话，或者是不再使用电子设备之前哦，一定是最初始的这种状态，对自己说一些肯定的话语，绝对坚持这1个月，你会看到你很大的改变，你将更加的自信，你也会激发更多自己的能量的。水瓶座的能量呢，会让你的灵魂更加的自由，你也会开始更加的革新，打破旧的一些思想、旧的一些框架，不会有太多的包袱，不会有自我的一些捆绑了。你可能会启动心中那个与众不同的灵魂面向，不再去思考应该怎么做，而真正的去思考我真正想要去怎么做。所以可能在自己的习惯上面啊，可能在自己的社交圈里面啊，可能在自己的这种专业度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突破，也会想要去做更多的一些改变。
会开启新的一个旅程，这是非常好的哟。7月份呢，会有比较崭新的一个能量去重建未来，可以去落实一些事情，可以认清一些责任，并且会得到宇宙神性给你一定的指引。哇，非常棒的一个月份。那么具体会发生哪一些事情呢？我们现在就来细化一下。好，看到你的家庭运势其实是蛮好的，情感运势实际是蛮好的，是有上升，是有这种美满的状态，转变中收获到幸福，身心灵呢会有比较强的稳定感、安定感，可能你或你的家人会迎来怀孕、生宝宝，或者是新搬家，或者是迎接新成员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也许是家里面会有人想要养宠物啦，也许是自己会跟别人合租房子，迎来室友啊，也可能自己遇到灵魂伴侣咯。总之呢，在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亲戚这个之间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如果说你想要怀孕的话呢，7月份是有很好的怀孕成功的可能性的，多发生一些这种亲密的关系。然后在家庭关系上面呢，也是非常的和谐，也会跟家人更多的一些聚会啊，一起去玩乐啊，或者是会感受到比较强的归属感，经常打电话发信息。如果彼此都是比较远的一个距离的话呢，这份思念啊还是很强烈的，彼此呢都会有很好的一些祝福，或者是情绪价值上面的关怀。如果说你单身的话，可能会遇见一个让你有一种想要跟他一起过日子的人，或者是对方呢是想跟你建立家庭的，你们彼此的这种价值观是非常合的，很可能会遇到正缘。如果说你已经在恋情之中的话呢，你跟对方也可能会一起去讨论未来，无论是说一起旅行也好，一起生活也好，还是说一起结婚也好，多多少少呢会有想要去建立家庭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会有这种心之所安的能量。有人懂你，有人等你，有人陪你，特别是这种家族关系有非常的亲密，甚至也有可能呢，亲人会给你带来一些好消息，或者是给你带来更多赚钱的事业上面拓展的一些机会。多多也跟自己的家人亲戚多一些联系。如果有机会呢，跟大家聚一聚的话，那就不要拒绝，好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就是有的朋友呢，如果你跟自己男朋友的爸爸妈妈是要相见的话呢，安排在7月份也会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想必在这种聚会之下呢，对方会对你留下很好的一个印象，会认同你、肯定你的。如果说你跟自己的婆婆啊，或者是对方父母的关系并不是很顺利的话，在7月份可以做一些小的动作，可以邀请大家聚个餐或者聚个会，然后想把这个关系搞得和睦一些的话，是会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好吗？那这些呢，通通告诉你了啊，家族运势很好，所以你想要跟家族更加亲密的话，7月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好，接下来你会收到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也许这个重要的讯息呢，是可以打开一些新的局面的，可能比如说是录取通知书，或者是一些合作的邀约，或者是一些想要你去帮忙做副业的这样的一个邮件，也可能是你一直等的一些，比如说文件啊、批文啊，或者是这种应聘书，可能终于来了，或者是你在经营这种自媒体的话呢，也许你的内容会被转发，会被曝光，
也许可能会有媒体对你有联络，或者是你在自己的 Line 社交平台、微信上面收到一个来自比较重要人物的一个讯息，开启新的缘分，或者是开启新的机会。总的来讲呢，7月份还是会收获到宇宙的来信，会有新的这种机会、新的事物来到。不要害怕去接收，也不要害怕去表现自己，不要害怕未知。宇宙呢正在为你开门，好，这也是好消息。另外，我们这边也出现了魔法师，是在突发事件之后，你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潜力，可能会首先出现一件事情哦，让你觉得特别的不顺，让你觉得不知所措，在你的计划之外。但正是这种不可预料的事情，反而让你有了更多的一些惊喜，反而让你可能完成了自己从来没想过要去完成的一些事情，看到自己更多的一些力量或者是能量。也许是在你离开某一个环境或者是某一种状态之后，反而让自己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机会。那举个例子，也许有的人可能被开除了，或者是应聘没有成功，或者是总之呢，在经历了一个小挫折、小失败之后，反而发现有更辽阔的一个天地。之前呢，自己的眼光还是比较短浅的，但是因为拒绝，因为这一个跌倒，反而站起来看见其实有更好的一条路。所以，亲爱的，你是可以创造机会的，你不需要等待命运。有时候把眼睛睁大一点，不用去纠结一件事情、一个方向，条条道路通罗马。你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到更广阔的一片天地，而且你在7月份呢，也会是被看见的。也许你的某个作品，也许你的某个发言，突然就被其他人所欣赏，其他人所引用了。那如果说你要突然去做一些演讲啊、创作啊，或者是创业的话呢，其实都是可以的。你有足够的能力，一定要相信自己，不要被可能某些人的这种拒绝，或者是某件事情上面出现了一些瑕疵、失败，而就否定自己，好吗？你的能力其实更大。如果你被拒绝了，说明那一个人是不适合你的，他不够好，不值得你奉献。如果你跌倒了的话呢，说明你之前可能做的那件事情呢太小了，你值得更广阔的一片天地，所以你会看到更好的道路，你会得到更多的一些提升。所以这种运势哦，真的是在往更上一个台阶上面做一些转变。好，另外呢，可以去做一定的投资，长期的投资是可以稳定发展的。无论是身体上面的投资，还是说心灵上面的投资，还是说事业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投资，都是可以去做的。你可以开始更加规律的健身啊、冥想啊、吃的健康啊。你可以去投资在自己的身上，去学习一个专业，学习一个技能，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把自己工资的30%，或者是自己银行存款的一半拿出去投资理财。7月份呢也是很好的一个这样投资的一个状况。当然，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专业的这种金融理财规划师，他们会给到你很好的一些意见。我们每个人都是懂得怎么样去挣钱的。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挣钱，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理财，还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多去咨询一下这些专业的理财规划师，会让你有更多好的一些想法的。那么7月份是可以下手做长期的资金规划，好吗？让根扎得够深，才可以长出更大的枝叶。虽然说稳步成长呢是比较慢的，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风险。
如果说在有一些利润已经超过7%了的话呢，那可能就要多考虑一下了。最好就是保稳，不要突然想着一夜暴富，或者是几年时光就突然资金暴涨，好吗？我们慢慢来，循序渐进的来，是会很安全、很安定的。接下来权杖5，你是会掌握更多的主导权，是会在竞争之中而胜利的。可能生活里面有一些挑战，可能事业里面有一些竞争，但是没有关系，你是完全可以让自己因为这个竞争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而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一条道路，而激发自己的能力。一定要很高兴的去迎接冲突，只有在冲突之后，我们才有更大的一个飞跃性的成长。所以也要去大声的表达自己所有的一些意见，自己的一些态度。也许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压力才会激发你的天赋。混乱呢，也是重建秩序的第一步。所以，亲爱的，不要担心，不要有任何的一些烦恼，而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好的一面跟坏的一面。我们只看好的那一面，我们不用情绪化的去思考，而是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对我们的优势是什么，那我们就去激发我们更多的一些优势。记得7月份勇敢去斗争，勇敢去表达，你会发现主动勇敢会让你有更强的一些能量，会让你有更具体的一些表现。所以总的来讲在7月份你会有很大的一个突出，会收获到一定的成就、一定的成功，并且也会显化自己更多的一些技能、力量的，这是很好的一个月份。那么最后呢，宇宙会告诉你几个小方法，增加自己的运势。首先，在生活里面建立更多的一些仪式感，可以做一定的连接，唤醒宇宙的能量。比如说，在睡醒之后，那么说3遍 Good luck, Good luck, Good luck， 那么这一天呢都充满着幸运。或者是睡醒之后对着镜子，然后把双手放在手心，深呼吸3次，说出今天的启动语：我敞开心灵，我迎接宇宙的美好跟祝福。今天的我将活出真我，将与爱同行。讲出这句话的话呢，也是会让今天充满着能量、好运发生的。或者在晚上呢，做一些这种结束的仪式，用盐水洗手啊，或者是泡脚啊，然后给自己冲一个凉。泡澡的时候呢，把浴室里面放一点蜡烛，浴缸里面放一点这个鲜花花瓣，慢慢的沉静下来，感恩宇宙的安排，感恩今天遇到了什么人，遇到了什么事情，以及也感谢水呢，把我们所有的这种负能量、浑浊的能量排走。这些呢都是很好的业界模式，然后美美的去睡一觉，第二天又充满着能量了。这些动作呢，可以每天坚持去做，坚持1个月之后，确实变化非常的大。好。另外呢，也请去有更多情绪上面的一些释放，无论是疗愈，无论是冥想，无论是找一个安静的空间，准备笔跟纸，写下来我想释放的一些情绪，我想释放的一些恐惧的事情，写完之后大声的念出来之后，告诉宇宙，我选择放下，我选择自由，我值得一个更轻松、更美好的自己。然后就将这个纸可以烧掉，或者是把它撕掉，都是可以的，好吗？这些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定的净化，特别是情绪上面、能量上面的净化。另外呢，也可以买那个鼠尾草或者是白水晶放在家里面做空间的净化。
这些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释放的。好，7月份呢，还可以多多的仰望星空，连接宇宙，多多的到阳台啦、公园啦，去找一个可以看到天空的地方哦。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一直在低头玩手机、弄电脑，或者只是平视前方，我们很少去抬头观星、观月亮、观天空。宇宙告诉你，多多的把双手伸开向上，然后头抬起来，这些呢是可以吸收到大自然，可以吸收到宇宙的能量的哟。所以，安静的仰望星空5到10分钟。特别是在满月的时候，特别是在新月的时候，7月5号是摩羯座满月，可以帮助我们释放过去；7月21号是巨蟹座新月，可以让我们种下心愿，去许下愿望哦。记得，不知道满月新月，你的身体情绪会不会有大的一个波动？我是在满月会去吸收满满的能量的，每一个满月时间。我都会有一种睡不醒的状态，我至少都是会睡12个小时，我才能睡醒。所以在满月、新月的时间呢，也多多的去让自己休息，好好的睡觉，早点睡觉呢，是会帮助你在这个月吸收足够的能量去充电的哟。好了，亲爱的，以上呢就是宇宙给你的启示。其实讯息还是比较多的，可以的话记下来去做这些事，相信你能创造更幸福美好的未来。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7月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那么7月份呢，首先，神圣之名的力量会觉醒在你之内，你将意识到你内在的天赋和你的灵魂使命。你将接收到宇宙或梦境中给到你的灵感讯息，指引你踏上更高的路径。你可能会跟自己的高我有更多清晰的连接。你开始寻找或建立你的个人标志、风格、声音以及使命感。你开始明白你是谁，以及你是拥有很强的创造力的。哇哦，非常棒的能量！不仅仅是觉醒哦，已经是在显化你的创造力，已经是自己会更加的清楚，你不是别人眼中的样子，而是可以更多活出真正的本我了，根本不会在乎周围的环境、他人的态度，你就是你自己所了解的状态，所了解的梦想，所了解的价值，会清晰的知道你来做什么，你这一辈子有怎样的一个使命，你会以真名去唤醒自己，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力量，非常棒的讯息。那具体来看，你的运势呢就会特别的强，因为太阳已经走到你的命盘里面了，你会感受到一种荣耀、快乐、成就、觉醒以及爱的能量。这些呢，在你的生活里面开始显化出来。太阳是所有占星牌中最强大的光之象征，所以当它出现的话呢，也代表你的能量场正在被点亮。幸福和成功的这种震动波动哦，也正在反弹给你，所以好运来了，时来运转，尤其在人际关系、工作表现上面、自我肯定方面，你都会被别人看见跟认可的，会成为众星捧月的焦点。你的情绪呢，也会比过去更加的稳定，同时更多的自信，甚至可以散发出很强的魅力、磁场跟吸引力的。也许你会得到公开的表扬，也许你会得到这种主管的嘉奖，社群方面的爆红，或者是感情方面散发的魅力，很适合去约会。
参加社交活动、交朋友、脱单，也很适合去度假，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在阳光之下呢，会收获到满满的能量，也是可以有足够的疗愈时间的。所以记得在7月份多多的去晒太阳、日光浴，也多多的写感恩日记。多去在日出或者日落的时候呢，跟太阳去进行一个连接，是会有很强的帮助的哟。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出现了第一宫，我是谁？我如何走入这个世界？你会有更多清晰的一些显化，会启动一种全新的自我出场方式。可能过去给自己的一些标签会被打破，你开始有更多身心灵意识上面的提升，渴望健身、美化外表，渴望追求健康的生活，可能也会给自己新的一些标签，新的无论是外表形象上面的设计，还是说名声上面啊，你都想要去做一定的设计。比如说，你可能想去剪头发，想去换造型，想改变自己穿衣的风格，或者是你可能想去开创个人的项目啊，想创业啊，增加副业啊，或者想要开始去开展一个自媒体，开始一个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在小红书上面开自己的一些频道。你会以一种我就是我的姿态，我每天想展现出来我真实的一个样子，你会有更多自我的表达、自我的展现、自我的连接，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还会收获到处女座能量，更加的完美主义，更加注重细节，并且更懂得去整理，更多精准执行的能量流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在7月，你不仅仅是那个很闪耀的灵魂，你还是很有纪律、还有实践能力的灵魂。你将进入到特别适合整理生活秩序，然后落实这种健康健身计划、运动计划，推进个人计划的这个时间段。7月份呢，你可能会对养生、学习、改善感到特别的热衷，很适合去清理杂物，很适合去改造你的家住空间环境，也很适合去改变你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修正日常生活中的混乱。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也很适合去做一定的断舍离，去整理的。如果可以的话，做一下身体健康检查；可以的话，制定一下运动饮食计划；可以的话呢，也可以去开展一些静心、冥想练习的好机会。无论如何，断舍离加规划仪式呢，都是可以丢掉你不再需要的东西的。你可以写下来7月份你想专注完成的10件小事情，写下来之后去实施的话呢，你就会完成这些事情，并且收获更多自我的一些力量。总体的来讲，7月份会重新的认识自己，会提升自己的魅力、自信跟能量场，也可以将理想落实为现实，并且去完成这些现实。你也会收到宇宙对你说，你已经准备好了，开始去创造吧。所以是会充满着稳定，会充满着重启，是充满着疗愈跟祝福能量的7月份，很棒的显化哟。好，那么具体在7月份会发生哪些事情哦？7月份运势很好，会发生的事情。好的。首先可以看到有一种生活环境升级、内外稳
定感的提升，在安全感、稳定感上面是获得成功跟成就的。有可能你会搬进更好的一个住家环境，更舒适的住处。有可能你想要去装修自己的房屋，添加一些硬装啊、软装啊，是可以让自己布置出更加美好理想的生活空间的。无论是购买花瓶、软装，还是说要去重新铺一下地板呢，都可以在7月份去实现。应该会遇到很好的一些家居用品，应该会遇到很好的一些工人，即使自己做的话呢，应该也会做得很好的。所以有能力让自己的住处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有好的一个风水。要去添加一些水晶啊，去做一些风水规划的话呢，都是可以的哟。7月份，好。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月份，如果你想要购买房屋的话，很可能会遇到很好的适合自己的地段或者是房产，在签约上面呢，应该也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资金想要去购房的话，7月份可以好好的去选择计划一下。好，如果说你要获得一些购房的贷款的话呢，应该也会比较顺利，在7月份会收到跟住家有关的一些惊喜好消息，也可能会收获到亲人对你的支持，家庭上面更加的和谐、亲密、团结，生活环境变得更好，在家中呢会体验到更加有品质、有质量的生活方式。所以7月份很好的能力能量，为自己打造一个可安住的现实，这也是你辛勤努力的结果。要购房的话呢，要投资的话呢，或者是跟家人们多聚一下呢，都是很好的。也可以多跟家人们一起去长途或者是短途的旅行，周末呢一起去游山玩水都会很好，家人们之间非常的和谐。幸福感会很强。好，另外可能会跟旧的朋友、旧的熟人去进行一个连接，也许会和老朋友啊、以前的同事啊，甚至是感情的前任重新去联系。这种联系呢，也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疗愈感，也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新机会，也可能给自己带来某一方面的惊喜。非常棒哦，有一种意外重逢、再度交结的人，毕竟呢，这个缘分还是没有散的，也可能在生活里面会遇到一个有似曾相识感觉的人，也许这个人是你前世的某方面的缘分，然后在这一世呢，再一次的重逢，也许是再续前缘，也许是结束一定的业力关系。无论如何，宇宙呢会带你走向刚刚好的一种重逢，让你有这种怀旧的能量，让你有这种美好的记忆浮现，让你呢去把过去的一些情感再次延续。这个也蛮妙的，可以充满期待。7月份到底会遇到谁呢？会充满着这种欢声笑语的怀旧感哦。如果说7月份有这种同学会啊，或者是过去的一些朋友们的聚会，你是完全可以去参加的。在这个参加的活动里面，你应该会收获满满的，会有很多好的一些记忆点，会享受其中。接下来，可能你会成为一个引导者、指引者，甚至是给别人一定方向的指引，无论是智慧也好，技能也好，很可能，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小孩子，又出现了教皇这张牌卡，就是在7月份，你是很适合去教育的，你是很适合去亲子的，或者是人际疗愈，或者是给别人带来一些灵性成长的这种面向。有可能
跟这种孩子啊、学生啊、年轻人互动之中呢，你会给他们传递一些很正的观念，很多的一些智慧，可能给到他们一些启发、启迪，让他们终身都是受用的，或者是让他们茅塞顿开。所以有可能是你本身从事这样一个教育方面的工作，那么7月份你会做得很好，会给到别人很强的一些力量。如果你没有从事这个工作，但是在接触比你年轻人的时候呢，你也许有心或者是无心的一句话，会对别人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哦。可能你会成为别人的导师，或者是指引者，或者是情感上面的一些依靠，这是很棒的，在建立好的一个福报。也可能你会去学习你小时候一直想要去学习的一些新的知识啊、新的技能啊，或者是对你灵魂更加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可能在灵性课程，或者是在艺术，或者是你想学的这些专业方面呢，你可以很快的去领悟，很快的有智慧上面的收获。所以7月份你可能会是桥梁，你会带领别人，给别人更多的一些光，给别人更多一些阳光灿烂的未来。也有可能你自己的所学所爱也会有蛮多的一些收获的。所以接触一些比自己更年轻的人，或者是去向比自己年长、更加有智慧、阶层更高的人去请教、去学习的话呢，都是会有满满的收获，建立好的自信，建立好的福报。好，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出现了圣杯王牌。在情绪上面呢，终于是雨过天晴啦，心中里面会涌现很多的希望，很多的渴望，很多的爱。你会迎来一颗被滋养、被打开的心。有的宝宝呢，可能长期之前有一种压抑的情绪，有压力啊，或者是比较低落感，也可能前段时间都哭了。但是在7月份，你的情绪终于被释放了，哭过之后，你的心变得更轻了。有一段时间呢，可能你会出现一些这种低落、没希望的关系，但是人际关系上面这种不和会出现转机，可能会和解，可能会道歉，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理解，可能会更多感同身受的，会看到自己出现了一些偏见，或者是自己过于的一些情绪化了，所以会有更强的一些释怀。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会有心动的能量哦。也许有人向你表白，说出他终于敢说出的话，也许你会遇见让你心动的人，你想要去表白，遇到让自己有更多渴望的这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出现。也许你对新的生活更有感觉，更有期待，也许你会重新爱上自己，也许你会对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兴趣爱好特别的心动。总的来讲呢，这种7月份会有爱的能量从你的内心涌现出来，你也准备好重新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正能量，更多去 enjoy 当下，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情绪状态。看着生活里面会发生很多好的一些事情，让你有更多的一些享受。好，接下来五角星王牌哦，金钱上面呢，应该是在稳定成长的，或者是在自己的事业、学业上面还是比较稳定的，一步一步的在进步。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实际性的机会来到身边，比如说
在合作方面会有更好的一种团结，一种完成成功的可能性。比如说，会遇到一位更加有资源、有智慧的贵人，愿意去帮你一把，所以7月份贵人运势也是有的。比如说，在自己的理财、事业、投资方面呢，会做出更加聪明的选择，然后会获得实际性的报酬，也可能会收到稳定的事业合约、升职、收入提升，或者是经济稳定。总的来讲，7月份是可能会出现一像五角星国王这样非常有力量、有金融知识、有成功者态度的一个人呢，在你的身边出现。他也许会给到你机会，也许会助你一臂之力，也许会帮助你去解决某一种困难跟麻烦。所以贵人运势是有。如果说你想要请别人帮助的话呢，请你主动一些。可能这个人他不会主动的来帮你，而是在你请求他给你一些建议、指引或者是帮助之后，他是愿意去助你一臂之力的，会有这样的一个运势所在。另外呢，也就在自己的金钱、事业、物质财富方面是可以得到一个提升的，是会有好的一个机会出现哦。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事业或者是你要去出差的话，可能会有蛮多的一些收获，不管是出差也好，远行也好，旅行也好，应该都是会有遇见一些好人，遇见一些好事，所以这种远途的运势也是蛮好的。那这边呢也提醒你哦，如果你是一个远距离恋爱者，你想跟对方约见面的话呢，7月份会是很好的一个时间段，可以购买机票或者是购买船票、火车票去见对方了。相信两个人呢会充满很多的一些欢乐，并且给对方带来很好的一些价值，给对方带来很好的一些讯息的。好吗？7月份总的来讲哦，各方面都在不断的显现跟成功的获得之中，所以去更多的计划，所以去更多的行动流动就非常的好。那另外呢，宇宙也给到你几个加运势的好方法。首先，你的直觉是会更敏感的，第六感是蛮强的。比如说，一走进房间里面，你就会感觉得到气场的变化，或者是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舒服不舒服，这个人就跟自己的能量是不是合的。当然，舒服的话，多多的交往；如果感觉不对，让自己不论是紧张也好，有压力也好，或者是不想交谈也好，转身就走开，不要让对方来夺走你的能量了。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另外呢，宇宙也告诉你哦，除了信任你对人对事的第一感觉之外，你也可以多花一些时间独处，和自己对话。无论是冥想也好，还是写日记也好，都是可以帮助你唤醒更强你的直觉、灵性或者是第六感力量的。好，接下来呢，宇宙想让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你是被守护着的。可能有时候你会出现焦虑或者是不确定的事情，但是一定要相信宇宙。宇宙它是会祝福你的，它是会帮你的，它是不会对你抗衡的。所以它为你安排的一切，要么就是激发你的天赋，要么就是激发你的能量，要么就是有更好的事情值得你选择。不用固执，不用太过于的执着，而是相信自己被金色的光，相信自己被宇宙的爱所环绕着。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加强自己的运势。有时候可以使用一下黑曜石、紫水晶或者是薰衣草精油，这些都可以增加你的能量保护层。
如果你感到不安的时候呢，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一下被金光或者是白光所包围，然后深呼吸3次，你就可以让这种小宇宙打开，浑浊的能量排出了。还有，在每天睡觉之前，可以说一句：我允许宇宙守护我，带领我走向更好的方向，感恩宇宙的安排。讲完这句话呢，就充满着希望、喜悦的去美美的睡一觉吧。相信你坚持每天这样说，1个月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事情都在积极的进行一个转换或者是显化。好，接下来宇宙告诉你哦，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停一停，为自己保留一下空间，不要太多的一些奔跑，还是要暂停，还是要沉淀，还是要整理一下自己，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外在的追求，删掉一些不必要的社交，把时间留给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安排独处的小旅行啊，或者是给自己一个灵性进修的时间啊。或者是断网日啊，今天一天就不上网，不玩手机，清理一下自己的空间，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做一定的断舍离，也可以在这种去泡一个澡，也可以多去大自然中走一走，看一下日出，看一下日落，那这些呢都是可以打开你的幸运流入的通道的，好吗？所以，亲爱的，记得你放下旧的能量，就可以收获到新的祝福、新的方向、新的可能性，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宇宙呢，告诉你停下来，并不是说失败，而是为了积蓄力量，储存我们的力量。转弯走向更正确的路的，有时候我们一直被这个社会推着往前走哦，但很少我们会真正的停下来，慢慢的跟自我连接，慢慢的去进行一个思考。相信给自己独处的时间，特别是断网日很重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你是可以收获到更多的丰盛，可能更多聆听到宇宙或者是守护指导灵给你的一个讯息，让你有更多的创造力，让你突然的茅塞顿开，看清楚一些现实，收获到更强的一些讯息跟指引哦。好吗，亲爱的，宇宙呢是爱你的，最好祝福你在地球玩的愉快，7月份玩的愉快。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记得点赞，记得订阅，拜拜。亲爱的，你连接到的这一张牌卡呢，就是 Lady of the Stars， 这是 Isis 的一个化身名号。Isis 是古埃及最重要的女神之一，掌管着魔法、附身、保护宇宙的奥秘。她是天空之女，被认为连接地上的凡人以及星辰中的神圣智慧。在古埃及神话之中，伊西斯的头冠是一颗闪耀的五角星，或者是王座的符号，有时就被称为天上的女王。她的泪水化为尼罗河，泛滥滋养万物。她的丈夫奥西里斯被杀之后，她拼凑丈夫的身体，使其复生。她用魔法唤醒亡夫，孕育出太阳神和露丝，被视为掌握宇宙秘密的女神。她的身影呢，也是被比喻成银河的化身，或者夜空中很久指引人类灵魂的北极星般的守护者。这张牌卡呢，告诉你，你的灵魂不是来自地球，你有星际的使命。夜晚是你的力量时刻，可以试着冥想、观心，或者是书写梦境，这些都可以去记起你的天命，让你知道你来地球是为人类服务的。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你本身就属于宇宙之心。或许近段时间你正在经历星际旅人唤醒的过程，你的意识扩展到更高的一个频率。所以宇宙告诉你，你的灵魂是来自于星星，
现在是时候重新连接这份宇宙的记忆了。在7月份呢，你可能会经历某一种灵性的觉醒、灵魂使命激活这样的一个能量波动。你会开始思考，我的灵魂真正想体验的是什么？我此生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我在正确的道路上吗？是一辈子就这样做牛做马打工，还是说你有更高的一些使命呢？所以这一个月呢，你也会开始对占星、对塔罗、对光语、对能量疗愈产生特别强烈的兴趣，甚至可能与周围的人也会产生一些强烈的灵魂共鸣感。所以宇宙建议你在7月份每天抽出5分钟，闭上眼，默念：我允许来自天狼星的智慧流入我的灵魂。调整呼吸，然后再重复：我允许来自天狼星的智慧流入我的灵魂。很安静的5分钟，可以不断的重复这一句话。你知道吗？天狼星是夜空之中最明亮的一颗星星，肉眼就可以看到。有人相信，从天狼星到地球之间是存在着能量之门，或者是 Isis 之光隧道的。在古埃及，人们认为天狼星是女神 Isis 的化身。每年天狼星在黎明前升起的时候，大约在7月中旬，正好是尼罗河泛滥的季节。尼罗河带来肥沃的土壤，被认为是生命的开始，所以天狼星也被视为神圣的星。那么宇宙呢，在7月份会与你去进行连接，它会引导你提升意识，它正在唤醒你去苏醒自己的智慧。所以默念一下：我允许来自天狼星的智慧流入我的灵魂。希望你保持着一个开放的心，保持着一个清澈的境地去连接宇宙。那么总体呢，我们来讲一下哦，7月份我们的能量以及具体会发生的一些运势。首先，第2宫，自我价值跟物质的能量。第2宫呢，掌管着金钱啦、人脉啦、资源啦、自我价值、稳定感啦。所以在7月份，你会明显感到一个主题，就是我当下做的事情符合我的价值吗？是和我的价值成正比吗？我的时间跟能量是有价值的吗？我值多少呢？你可能会开始在物质世界里面重新去审视自己在金钱、工作、情感中的价值感。也许你会觉得是时候加薪了，也许你会觉得是时候换工作了，也许你会觉得要提升自己的定价，重新定义你的市场价值了。你可能会看到自己过去低估了自己，所以你会开始建立我值得被重视的信念。你会开始投资自己，学习课程啦，或者是增加兴趣爱好啦，或者是换造型啦，或者是升级自己的生活品质。总之呢，你可能会收到金钱礼物，可能会收到更多的薪水报酬，也可能会有提升自己的职位，或者是理财更加有效、更加有收获方面的好事情。也有可能会有客户或者是别人愿意为了你真正的价值买单。你会看到自己实际上是更加的有能力的，你的时间可以收获到更多的金钱，或者是你会用更高的一个上帝视角去试看这些金钱，你的时间是值得去交换这些金钱，还是说你用你的时间去做更加有意义、更加有价值、更加去享受生活的事情。所以从不同的维度都会去思考关于价值方面的一些定义，会更加的通透。有可能也会从物质世界跳脱到精神世界里面去追逐真正的一种生命的喜悦度、生命的幸福。好，
第7宫也代表着关系、伴侣、合约、合作。7月份呢，你可能会遇见一位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灵魂伴侣，或者是合作导师，或者是精神导师。可能旧的这种人际关系动态会被打破，然后重新去学会平衡自己跟他人，可能会开始去学习向上社交，或者是去接近更加有灵性、更加有能量、更加给自己传递价值的人，也可能会在人际关系里面更多保持自我的一种力量，去尊重自己的方式，然后跟别人去进行连接。过去也许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会很在乎别人的一些看法，有时候会以别人的期待而去做行动，或者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了和谐啊，为了和平啊而去做一定妥协，做一定的压抑，甚至有时候呢会其实失去自我。但是第7宫进入代表着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会有更多照镜子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会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自我，也会看到自己的一些优点，自己的一些缺点，然后做一定的调整。所以这是蛮好的，人际关系上面会有一些更新变化，但是这种更新变化呢，是帮助于你在交往、在情感流动之中更加的自我、更加的自信、更加保持自我的一些独立性的，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另外，我们这边有出现了双鱼座的能量，可能在灵魂层级，你会有更多感性的开放，有更多梦想的疗愈，有更多内在情绪的释放，或者是懂得放下，懂得宽恕，更加连接自我的一些高我状态，同时也会丰富自我的想象力。也许旧的这种情绪能量会得到一种释放，也许你会获得更多的一些创作的灵感。在7月份，无论是你在艺术方面，音乐也好，画画也好，写作也好，或者是编辑也好，应该都会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应该会收获到更强的这种艺术审美力，星星带给你的力量。也许可能你会想要去看海，也许你想要去静心的冥想，也许想要去湖泊里面游泳，或者是想要去划船漂流。你是希望跟水有更多的一些接近的，即使冥想的时候呢，你可能头脑里面也会先浮现海洋的一个样子，所以会做一些关于跟水有关的仪式。这些仪式是会帮助你提升你的艺术能力，提升你的想象力跟创造力的。7月份，你是可以在灵魂层级上面得到一个调整的，你也会更多的去在爱之中得到一种柔化，得到一种成长。所以，从灵魂觉醒之中去找回自我的一些价值。在爱跟人际关系连接之中，会重新去定义一些关系，这都是很棒的一个调整。宇宙呢也会帮助你去做一定的改革，做一定的这种变化，让你去显现更丰盛的自己，让你去激发实际上你更加有能力、更加有力量的人生道路。可能之前你真的小看了自己哦，宇宙呢会助你一臂之力，让你看到其实你是更美好的，你可以更棒，你可以更加的优秀。所以首先在思想上面会做一定的变化，
非常的妙哦，这个月份，那到底会发生哪一些具体的事情呢？好，Star 隐者，那确实也是收获得到来自宇宙的希望跟灵感了。这是一组非常灵性的牌组，象征着希望之光，你内在觉醒，你会可能突然被点亮，灵光乍现，想清楚自己的某一个人生选择。可能在你自己独处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夜晚散步的时候，或者去公园里面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的觉醒，收获到宇宙的讯号，或者是梦境，让你对未来有更多的一些期待跟愿景。可能前阵子你经历了一些迷茫、孤独、封闭，那么在7月份你会迎来很大的一个突破。也许有人会给你一些人脉，或者是给你一些资源，或者是给你一些邀请哦，让你看到新的希望。可能你会感受到一种我终于看到自己，我终于看到未来方向的这种喜悦感了。你的这种光之回归的力量也点燃了你更大的一个智慧。所以亲爱的7月份呢，你可以多一些独处的空间，宁静是给你最大的力量的来源。因为当你真的安静下来，你可能就会接收到一些宇宙的讯息，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断网日，就是这一天呢，丢掉手机，丢掉电脑，不上网，安安静静的独处，你应该会收获到一些来自于指导灵、来自于守护天使或者是宇宙给你的一些启示哦。少刷一些手机，记得好。另外呢，我们这边出现了狗狗跟权杖9这2张牌卡。会有忠诚、荣誉陪伴着你，可能会有人坚定的站在你的身边，忠诚的一种不放弃的感情，也许给到你支持，也许给到你信任，也许给到你理解。可能一位朋友，或者是恋人、家人，或者是同事，在你低落的时候主动出现，给到你真正的支持。也可能是之前有一段人际关系出现了误会啦，或者是不了了之，也许7月份会重新的去修复，重修旧好，也可能解开这个误会，解开这个心结。你会看到有人他一直默默的站在你的身边的，你也会可能因为别人的一些力量而发现自己原来非常的坚强。所以亲爱的，你会收获到的灵性讯息就是真正的信任不是说经常打电话、经常发信息，或者是经常甜言蜜语玩到一起，并不是通过这些外在的语言状态，而是在你脆弱的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仍然有人愿意陪你守住这一道关卡。可能有的人平时不怎么联系，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愿意尽力而为的帮助你。他可能不是一个嘴巴乱说的人，但是在行动上面会给到你足够的力量。所以未来呢，让你在识人上面也会更多不听别人说什么，而是看别人做什么的一种态度。无论如何，你会感受到这种忠诚感，你会感受到别人给你传递的很好的价值，这也是非常棒的讯息哦。身边有人爱着你，也许这个爱并不是说就是男女情爱、性欲之爱，也可能就是亲情之爱，或者是友情之爱、同事之情之类的。总之呢，会出现有人挺你，有人愿意追随你，或者是有人愿意去
无私的支持于你，这是很棒很棒的一个人际关系，值得珍惜。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钥匙和五角星侍从这张牌卡，所以你可能会有全新的实际的一个机会，让你通往成功之门，让你可以有这个成功的钥匙。也许在物质世界里面，你有这个打开幸运之门的钥匙了，也许会有实际的合作邀请，或者是更多学习的机会。也有人可能帮你解决掉卡住的一个问题，也可能会发现一个有潜力的副业啊，或者是更多理财、钱生钱的一个方向，更多的一些金融知识。或者你愿意投入到一些技能训练、专业培训、金钱储蓄的计划之中，然后在这些计划里面你是可以看到成效的。通过你增加更多的一些技能，你会有未来会有更多的一些收获，或者是你当下正在去不断的储备金钱，未来是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投资的。所以无论如何，会有新的机会，特别是关于物质、事业、金钱方面的机会。这个钥匙在自己的手上，你会看到商机，你也会看到这个机会。你只要行动起来，你就可以实现未来物质方面的增长的哟。所以会有好机会出现哦，金钱运势也是蛮不错的，7月份。也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好，接下来呢，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安全感，也有更多的一些行动力。你会找到一个能够稳稳发展的机会或者是方向，也许是一个可以长期投入的理财计划，也许是一个可以长期投入的事业，也许可以长期投入的一个合作机会。终于呢，在这个机会下面，你可以稳定下来了，可以去实现这个目标，实现这个梦想了。你也可以看到，通过自己持之以恒的上进努力，最终这个梦想是可以梦想成真，是甚至可以收到一定的意外惊喜。所以在感情里面，或者是在合作里面呢，你都会进入到更加有目标的一个阶段，不会是盲目的不断奔波的一种状态了。终于在某件事情上面，内心港口上可以安一个家了，可以很稳定了，可以不断的去施肥、浇水，然后慢慢的让它生长，让它开枝散叶。所以，亲爱的7月份呢，你会有成长的土壤，万事俱备了，你也有钥匙了，就看你自己的行动够不够积极了。如果你有很好的一个 idea， 无论是创业也好，还是说出国读书也好，还是搬家也好，都是可以的。只要是你自己很喜悦的事情，想要去做的，那么只要你行动的话，你都可以实现哦。记得，只要你积极行动的话，你都可以实现哦。这是非常棒的讯息，宇宙给你非常积极的能量，以及它会帮助于你的。可能之前呢，你会有一段时间的担心，或者是焦虑，也许对于一些没发生的事情，对于未来有一些担心，也许是会对一些未知的事情有一些担心。那么看到这种焦虑，你是可以摆脱的，你是可以从这些担忧之中觉醒的。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的有力量，你不会再去对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害怕，反而与其在那边担心，不如当下去积极的去实现去做就好了，尽力而为，不留遗憾。
做出来呢，如果它没有好的一个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里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有很多的一些发展跟进步的，说不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出现。如果只是在那边思考而不去行动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一点，所以你会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当下所有。你会比你在你去做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比你想象中更加的顺利，因为7月份呢，有一些误会会解开，有一些问题会自动化的被化解掉。你真的会意识到自己可能想太多了，但当你去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自己蛮有能力的。其实不会像自己担心的那么的困难，一帆风顺，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宇宙会帮你。你内在的这种力量呢，也会看到你是被保护的，很有可能也会有贵人的出现。这个贵人也许是一个长辈，也许是一个前辈，他会帮助你去稳住局势的，他会给你一臂之力，他会让你去得到成长，得到突破。你知道吗？宇宙告诉你哦，7月份可能恐惧反而会让你成长，但是恐惧没有办法去掌控你，你只要不害怕，勇敢的去行动的话呢，成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非常棒的显化讯息，宇宙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咯。可能7月份你想完成的一些事情，当下你会犹豫要不要去做，会不会有好的结果？宇宙已经告诉你啦，你只要去做，就会有好的结果，好吗？这就是提前的启示。好，那最后呢，宇宙会给你一些智慧讯息、小魔法，让我们7月份更加的美好。非常感恩哦。第一张牌卡，潮起潮落，万事万物都有节奏，你需要去做的不是抗拒，而是信任。允许所有的事情自然的发生，真的不要强求。7月份呢，可能不会一直都属于一切都很高涨，一切都很顺利，也不会一直都是很平静的，可能也有退潮的时候，可能也有一次就是情绪上下的波动，或者是事情有出现一些波动波澜的时候，但是没有关系。你是可以调整节奏的，你是可以做更多的一些变化的，你只要不强行的推进，该暂停的时候暂停，该行动的时候行动，给自己也有一些允许低潮的一些空间，自然而然的，你只要去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去管别人说什么，不要去管别人做什么，不要去管周围的环境怎么样的一个变化，你只要知道你自己的目标，以及在这个目标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做的足够就好了。最终你是会收获到新的动力，你是会收获到新的能量，最终你是会克服所有的挑战，克服所有的困难的。因为你有好的一个运势所在，因为有好运加持，不用太过于的努力，松弛一点，轻松一点，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玩的时候玩，该行动的时候行动，仅此而已。最终你是会幻化到很好的一个结果的，因为你内心的想法、愿望、记忆、情绪，可能在7月份都会被看见，可能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激情所在哦，也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勇气，灵魂也会去指引你的，你会感受到很强烈的这种活力。该就是玩乐的时候玩乐，该呼吸放松的时候呼吸，没有关系。回到这种最单纯的状态，就是顺其自然，
然后信任宇宙的安排，凡事发生必有利于你，你就可以释放奇迹。7月份呢，不是一个靠体力活动啊，也不是一个靠蛮力奋斗的月份，而是只要你内心渴望的，你就让它这些事情自然的流动就好了。你越不勉强，越能吸引到美好。你越是愿意等候，那么越容易对接惊喜。亲爱的，可以在每天花5分钟的时间，给自己点燃一根香或者是一根蜡烛，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5次，在心中默念：我允许生命自由的流动，我愿意跟随内心的悸动，我用呼吸回到此刻，我享受当下，我收获幸福。只要你每天有这样的一个小仪式，坚持1个月之后的话呢，你会看到很多梦想都正在慢慢的实现，那么你也会享受7月份所有的这种幸福时光的。总的来讲，7月份呢是一个慢慢来会很美的月份，不急躁，突然一定要看到一个怎么样的成果，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相信宇宙，这样一种状态就会很美好哦。所以，亲爱的，7月份是可以去做这种幸运方面的练习的。然后，在某一个平静的时刻，你就会突然明白自己要什么。反而，在清晰之后，你的压力会释放，你的睡眠质量会改善，你的创作灵感会突破，会回来，你会接收到宇宙灵魂给你的足够的一些指引的。那么这也是很觉醒的一个月份。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享受7月时光吧。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